你不想跟我交流？我想跟你交流。没有，你不想跟我沟我通。被迫想要跟你交流。你理解我吗？每天都在试着理解。试着理解就是还不理解。人没有理解完的那一刻。对，可是你要试着用力的来理解。我超级用力。没有人比我用力。我为了要理解你，我都跟你一起录了 podcast， 录了2年。你还说我没有要试着理解你。我不好意思在荧幕前干掉你，你懂吗？你懂吗？人生怎样？貂皮乌拉草。最近就是我有些感触，我何时没感触？你是不是？你哪一个礼拜没有感触？你可以跟我说一下，那个礼拜我想再去放假一下。我常常有很多的感触，然后那个感触其实还蛮混杂的啊。然后我们从这个千丝万缕之中抽丝剥茧。我们录 podcast 到现在2年多嘛，2年多，快3年了，快3年，我们10月就3年了嘛，快3年。对。然后从一开始我们都是邀请来宾，然后发展 HT 系列。我必须要说，我一开始在跟很多来宾对谈的时候，感触还没那么深刻。渐渐的，这1年半比较清晰，也应该是说这1年半比较清晰的从来宾身上获得好多东西。他们说的很多的观点，不见得我是认同的，但是呢，透过聆听这件事情跟理解，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视野好像又被拉高了一点点，更开阔了一点，更开阔了一些。有，对，就是因为他打破了很多我很僵固的樊篱，然后让我去理解到更多东西，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面向，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这个世界，是，有，其实的确嘛，我有录到一个时候，忽然觉得，如果我再这样录下去，我以后会变很厉害，因为每个礼拜都可以跟很不一样的人，形形色色的对聊天，然后去理解他心里在想的事情，他看到的世界，对，跟我都完全不一样。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一开始邀请来宾来跟我们录节目，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餐厅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都是应酬嘛，对，然后跟来的人聊天交朋友，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用一种非常表面的、非常浅层的方式在跟别人交流，很难深聊了，很难深聊。可是我们对于人的好奇是很大的，是，你会想要问为什么？你会想问，你会想要问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你有很多，你知道吗？很多个为什么？对，你千百个为什么，然后你有很多的问号，你还想要继续问下去。可是，在那样子的应酬的环境里头，其实是很难深入的聊天。我最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次过年回台中。然后后来回台北的路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聊我们适不适合做餐饮业，然后餐饮业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遇到了很多的人或者叭。然后我记得我们那天在车上，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太适合做这餐饮业这样，因为对于人我们是好奇的，然后我们跟人的交流比较 prefer 的是深度的交流，深入一点，对，不用那么多人，但是可以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再深入一点。对，就是你前几天不是跟马讲说，现在超过6个人你都不会去赴约啊？对，我现在跟人家约我去吃饭，只要超过6，除非是那种什么同学会，那没办法，一定会超过6个。对，那一般朋友聚会只要超过6个人的饭局，我都尽量不要参加。你什么叫尽量不要参加？你有参加过吗？因为其实也没人约我了，因为都知道你不参加吗？也没有，这边朋友很少。而且你会就在人家很欢愉的时候，就突然问人家一个，你最近好不好？然后就在旁边开辟了一个，你知道，心灵诊疗室。我喜欢深入一点的交流啊。对啊，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在那种很欢愉的场合，然后我就看到你在那边另辟一个心灵诊疗室。在酒吧里面你也会这样？会。而且我最记得有一次是你跟朋友去酒店啊，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你说，
那你都跟那个小姐聊什么？然后你居然跟我讲说，你问他为什么要来做这一份工作？问他下礼拜要不要来上班？来餐厅上班？对。我真心觉得你超级，顺便招募一下。你觉得他是人才是吗？对啊，总觉得这个应该蛮厉害的啊。可是你知道，我总觉得都是服务业嘛，其实。对，可是你为什么一直要扮演耶稣这个角色呢？希望别人跟你告解。我没有啊，我没有希望这样。可是你问的问题就是了啊。没有，我只是想要理解他啊。那你为什么都不问我？我每天都在理解你。我还需要问你没有问我好不好啊？那你今天好吗？我今天还好。那我常问你好，今天好不好，然后你都不理我。有吗？你什么时候问我？有啊，我常在车上会问你说你今天好吗？然后你就说就这样。我跟你讲，你每次问我的时候，一定是我脸很臭的时候，然后你不敢直接问我你怎么了，然后你就问我你今天好不好？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在逃避。不会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因为你如果有想法的话，你应该就会直接跟我讲。没有，我最讨厌你这种拐弯抹角。在哪里拐弯抹角？这是一个代表一个表示关心。因为你不够勇敢，你应该我脸臭的时候，你就应该问我说你怎么了，脸这么臭？我有问过啊。你干嘛沉默这么久？我有问过啊。有吗？有。然后呢？然后你都说没有。哦，因为我可能情绪还没消化完。对啊。我怕我出口成章啊。对啊，所以我就后来久了，我怕我一开口就是河东狮吼。我跟你讲，我最不喜欢你讲的一句话，可是我想这是绝大部分的人想要听到的一句话，是吧？如果你需要我的话，再跟我说。我每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天王星一宫又来了。我每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想跳起来，像我大女儿曾经跟我怒吼过的一句话一样：我不需要你，我这辈子都不会需要你。所以你会很气呀。所以你说我是不是其实大部分时间其实不要理你就好？我跟你说，你不理我，你也是死。理你，我也是死。我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有活路？没有，因为我一直在想什么新的方式可以让你理解现在的情况。因为你这个人辩才无碍，你知道吗？我每一次的堵拦都是在想说，我要怎么把你击溃。那为什么要一直想要把我击溃？因为你是我唯一的 partner 啊。你是我唯一的 partner 啊。所以我不击溃你，不然我击溃谁？但你击溃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击溃你，再让你重新站起来啊！我击溃你，但是我还是会在你身边啊。然后我就觉得你如果再爬起来，你就会更厉害啊。你这是嘎巴雷嘎嘎呼呼的概念吗？呀，为什么要这样 ？That's the way I love you 。Oh fuck you! Oh shit! 这什么鬼啊？妈的！这你懂吗？这个是我爱你的方式。You know. 好，这样你有理解吗？我慢慢消化一下，我想十分的惊恐。有惊恐吗？有好吧，我们为什么扯这么远了？我也不知道。扯到那是 the way I love you 。那我问一下，你这1年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然后给你什么感想？这样子，我觉得我还蛮感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podcast， 因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棒的，是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们一直不停的问为什么。那我记得我上一次问为什么，可能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啦。长大了之后好像就很少再问为什么，但小孩子就会一直问为什么。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长大都不问为什么？就可能好像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应该要了解一些事情，再问为什么就听起来就很逊。可是我越大，我越会问为什么啊。所以这我最近也是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问了很多为什么，然后我们常常有来宾嘛，然后他们给我们的答案完全是超乎我们的预期。是。我们所有问的问题，他们回答都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我就觉得从这个超出预期之中，学到很多很不一样的观点跟视角，不见得100%同意，但是我觉得对这个人生有更多不一样的体会。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然后我是不是一天到晚在问爱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已经讲了3867次了。OK， 我每一次在问你问题的时候，然后你是不是回答了，对不对？然后你回答了之后就 the end 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你为什么都不问我为什么呢？有。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就忍不住问说：“你为什么都不问我为什么啊？”然后你才反问我说：“哦，要问是吗？哦，为什么？”没有，我觉得那个是以前这个脑袋的回路已经变成一种，就是有一个问题来，你就要这个找出一个答案，就 ChatGPT 的概念。可是有一天忽然变这样。可是我问你问题是想要知道你的观点啊，然后那个东西是你的，对，它不见得是这个世界真理或答案啊。当然。可是那个重点就在这了，就是我发现很少人会问我为什么。我从以前到现在在问问题啊，像小时候在台湾。在学校里头，你问问题，你不是被骂，你就是好像人家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对，然后或者是说大人就会觉得说他告诉你的其实就是个答案，一共为的 DOA 啦，这种，所以会导致你渐渐的就不太会敢去问为什么，或者是会觉得说你问为什么，或者是接下来再问的问题，你很怕问笨问题很怕问笨问题，很怕问笨问题，然后也不去问为什么。你知道不去问为什么，你失掉好多东西。失掉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失掉去理解别人思考逻辑的底层逻辑我觉得理解底层逻辑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去理解那些底层的逻辑，是为了建构自己的底层逻辑，对不对？那不见得那个底层逻辑是任何一个人的底层逻辑，但是你起码你建构了你自己的底层逻辑啊。没错，我前一阵子看了一本书是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作者叫刘润，写的底层逻辑，他就讲里面有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其实它分为几个层次，有所谓叫事实，就比如说这是一杯红酒，这是事实，我觉得它很好喝，这是一个观点，对，然后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跟信仰，比如说 Burgundy 的一定比较好喝这可能是个信仰，对，这个是一种信仰之类的，没有错。同一个东西，你对它的描述，它会有事实、有观点、有信仰、有 blah blah blah。对，你必须要理解这个人，他今天在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讲事实，还是他的观点、看法，还是那是他的信仰，这是他的信仰。对，他相信的东西。这几个东西，你必须先辨别这些东西之后，你才有办法跟他做有效的沟通。我跟你说，这些东西，我发现绝少人能够去辨别，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我觉得这个才是让我觉得讶异的。譬如说，就是前一阵子我有写过一句话，叫做“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然后底下就有，我最记得有一个人的留言，他说：“但是也有可能，他人因为你的信仰而陷入了低潮。”然后我其实没有去回复他这一句话，但是我真的很想回复一句话，就是所以你要知道，选择信仰也是一种智慧。譬如说，我以前常讲说，你选择听谁说话是一种智慧啊。当然，对不对？而且你选择听谁说话，还是你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他说的话就应该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是你自己选择要听的，因为那是他的观点啊，不是你的啊。我常常看到的是，很多人把自己所相信的、跟自己所看到的、跟所理解的一些事实，全部都跟自己的情绪全部都拉在一块，对，然后纠结成一团，然后没有办法把它好好的讲述出来，去跟别人做讨论，所以就蛮可惜的，就在沟通上面，就常常会卡在一个全部的，就是把情绪掺杂跟事实、跟观点、跟信仰、跟想法、跟全部的东西都就揉成一团，对，然后丢出去给别人，然后别人不管他回答的是观点、信仰还是看法，你就用另外一种情绪再把它回去。所有的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个对谈，很多时候就是都是带有太多的情绪跟误解跟很多东西，而不是单纯只是讨论这个想法，对，跟我怎么样
产生这个想法对的背景。我觉得语言是有背景的框架的。我们在听人讲话的时候，因为有太多自己的投射啊，所以那些东西都是情绪嘛。那些情绪其实某种程度上，它的确是会影响一些你的判断的。对，对不对？讲话是有语境的嘛。比如说一个台湾人说黑人很糟糕，跟一个美国人用英文讲说黑人很糟糕，这完全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在讲一个实际的人，另外是一个是在讲一个族群，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你把这个背后这个框架全部都抽掉的时候，你只把这句话拿出来讲，它完全就是一个断章取义，它完全就是一个这个会惹恼所有的人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只针对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在讨论，很少人在讨论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看法，或者是没有人想要理解，没有人想要花时间理解这件事情。真的真的没有人想要花时间理解。对啊，但你会发现，其实我之所以讲这句话，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啊，是啊，没错啊，的确是。但是因为你没有要问我为什么，所以就没办法，我没有机会可以讲。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他是很用您，有时候现在网络上面都很多时候都会用您，有没有？我觉得千万不要再用您了，拜托。你越用您越不尊重别人。你说这个尊称吗？对，那种假尊称、假称。我下午好像写 email， 不知道写了一个什么您之类的。你说写 email 那种是另当别论，有时候啊，在很多留言底下，然后他明明就是他的那个话语出来就是不好，然后他就用您就是考试。对，我其实觉得这个超没有必要的，你更是让别人有情绪，然后让别人引发别人的情绪之后，更没有办法好好沟通。这个根本就不是良性的沟通。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真理，只有视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大家都明白，对不对？对。可是里面有太多东西可以去探讨了。你不欲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的欲是不一样的没错，对不对？对，每个人的欲是不一样的，所以哇，这个东西有太多篇幅可以讨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说这句话是真理吗？其实你参考。对，你可以说它是，你也可以说它不是。它是一个观点，它就是一个观点，哲学的观点。所以你 take it or leave it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它只有视角。这是我的你的视角，这个是我对于这个世间，我活到现在我的理解，这是我的视角。是，对，那是不是真的 ？I don't know， 大家参考。对，你可以参考。对啊，因为那不用太认真。对，因为这就是参考而已，因为那就是一个普通人讲出来的一句话而已。对啊，不就是这样吗？对，发表一个自己的观点，就是 you take it or leave it，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像我们之前在讲那个沟通，很多人就会说有一些人可能怎么样，你沟通都没有用，就是无效沟通。像以前我们在跟那个我们同事讲话，然后他做了这件事情，就在我的立场而言，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OK， 所以我想先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要先理解你的底层逻辑嘛，对。可是通常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老板要骂人了。你要挑战我，对，你挑战我，所以那个你准备要骂我，对，你准备要骂我了，所以那道墙就筑起来了。我跟你讲，即便我再想理解好了，他说出来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会变成是辩解，我理解不了，我理解不了，因为他的每一字每一句变成是辩解的时候，没有底层逻辑啊。那为什么人遇到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会想要辩解呢？我不知道，或许很少人问为什么你知道？那所以当他去碰到会问为什么的人的时候，他就觉得反正我不管你是，他就觉得你就是要来 challenge 我的。或许他上一次的经验就是这个人就是要来 challenge， 就要 challenge 他，或者就要来电他的之类的。可是如果当有人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是欣喜的接受这个为什么，
你是反过来 challenge 他，因为你有一个你的底层逻辑可以回去嘛。是，对，同意。那我讲完之后，我问你，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有没有？对。那你觉得不怎么样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讨论。那你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啊？对，我们就底层逻辑来沟通嘛。没错，对不对？但是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因为他恐惧了、害怕了，然后筑了一道墙了，所以当他所有出来的东西变成辩解的时候，他里面会有很多的情绪。那个情绪很困难啊，然后他的情绪就会引发我的情绪啊，然后我就会干火大了啊，怎样不能沟通的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沟通的本质应该是想要互相理解吧，就是要奠基在这个前提之下了。那但如果这个沟通的双方有一方没有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或者是他没有感受到对方是有这样子的意愿的时候，这个沟通就很难成立。但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习惯的问题了。我们要有意愿理解他人，肯定。你要有意愿让别人理解。这个很重要。他才能够就底层逻辑好好的沟通。进行学术上的探讨。没错。进行学术上的探讨。我记得那个小时候看过那个大前研一，写过一本书，对，他就问说这个世界大部分的问题啊，你只要问3个为什么就好。对，就第一个先问为什么，那不管他回答什么，你再问那为什么是这样，他再回答一个，你再问那为什么是这样。问完3个为什么，通常你就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完整的理解。就像如果我有情绪的时候，我第一个先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当你问自己一个这个问题的时候，哇塞，那有的，你爬到黑洞里面去爬书啊，你有的思考了，真的有的思考，真的一个问题就可以把你自己搞好一阵子，真的是搞死了。可是我通常有情绪的时候，我都会先问自己，我为什么面对这件事情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呢？然后一个问题就把我搞得超忙的。我应该靠北，难怪你一直都很忙。我的脑袋真的没停过我是不是你知道我昨天去走那个大安森林公园2圈啊？不知道问了多少为什么，我脑袋不知道盘了多少次。天哪！就一直不停的在询问自己。所以这个借由运动的过程跟自己对话。然后在游泳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尤其是在水里的时候，因为你听不到声音，你知道吗？听不到车声，听不到人声，听不到啥，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水在你耳朵里。还有你自己跟自己的讲话。天哪！救命了！我游泳的时候也好忙啊。这样不会溺水吗？不会啊。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很多人说游泳的时候啊，或者是冥想的时候，或者是做瑜伽的时候，你可能要自己一直想着冥想，你的意志力要放在你的臀部、腰部、腿部还是哪里，有没有手背什么的，你要用那边的肌肉什么的。我说我都没办法很忙。我很忙啊，很忙。而且你知道我曾经在游泳的时候游，问了自己太多问题，忘了 focus 在我自己的肌肉，然后又回到我自己的肌肉。大概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又回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就一直游2000公尺，就一直不停的在那边。这样可能重复运动的表现会比较好，因为会忘记自己在游泳。我每一次去游泳的时候，就跟我自己讲说，我要 focus 在我自己的肌肉 ，focus 在我自己的肌肉。然后我每一次不停的这样练习，我都回到自己的问题。难怪你可以游这么远。我每次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去烤箱，然后在那边就是在这边坐着。我心里想说，我今天又失败了。我就是 focus 不了我的肌肉。但我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你问？就我很想问这个，不是电视机前面的，以前都问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你要问谁？没有，我在问听众，或是你问听众，谁会回答你？你只能问我啊。没有，我问听众说，那我问你，你最近问你的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想做这件事情吗？我真的想做这件事吗？然后你花多久时间找到你真的想做还是不想做？不等。
啊？就是时间不等啊。对，但我说以这个问题来讲，你花了多久时间？我每一件事情我都在问啊。怎么了吗？那我的问题是你这个问题你找到答案了吗？我现在就只能用短期每一件事情，就是我眼前面对的这件事情去问自己。因为过几天又有新的问题。对啊，所以你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赶快找到一个回答。应该是说我会花时间去思考，然后并不是有限的时间，我也没有在逼迫我自己，因为我知道逼迫我自己是会判断错误，因为我这个人性很急，可是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性子急，我就会败在我的性子急。所以在思考这件事情上面，我不会让我自己太急。因为我有时候讲话有时候口无遮拦，你知道吗？那就是性子很急啊。那但是我有感受到。对，然后但是思考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会让自己很急耶。会尽量帮自己争取一些时间。应该是没有争取，我很任性的不想回答。我必须要承认，我觉得就思考这件事情来说，我好像非常的坚持，而且异常的叛逆。就是你如果我都已经快要思考完毕了，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刻问我说你想好了没？然后我就会说还没。我不知道我这件事情我异常坚持。跟这个你要去洗澡了没？差不多。对，差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认真、我很私密的事。然后你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的自由，但你还叫我问你为什么？因为我会问出来，有时候是我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会去问为什么那在某种程度上，我很想跟你讨论所以你会问我为什么？然后我开始问的时候，是我内心已经有一个答案，自己的答案，我已经有我自己的看法了，跟我自己的视角了。然后我好奇你的看法是什么那我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都没有在想事情。那你都在干嘛？不是，那你都在干嘛？我都在放空啊。是放多空？我在感受这个世界。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啊。有。在哪边？我都一边打 Candy Crush 一边感受。你没有啊？你在感受这个世界的前提，首先你要先感受我啊。然后你都没有感受我，你去感受这个世界要干嘛？我不是最重要的吗？是，你就是我的全世界。你的心里你不是应该只有我吗？没错，你说的对。你为什么心里面只有世界没有我？我这个心里面没有世界，只有你。你屁！为了让我的下半辈子过得顺遂一点，你要知道，该回答的还是要回答。推轮椅，我是唯一一个帮你推的。好的，好不好？好的。再怎么样也是我帮你找看护之类的。接下来可以租房子住在1楼。我们这集到底乱聊了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这集聊沟通啊，聊这个对话啊，聊为什么你不问我为什么我其实有一个看法啦，因为最近蛮多人问我说什么是爱自己，又问这个问题好大。对，然后什么是爱别人？那什么是爱自己跟爱别人？要怎么划分？这一类的，很多人大家都卡在这件事情上。我的重点，什么是爱自己啊？如果以广义非常笼统来说，它大概就是那种珍惜、善用你的能力、天赋，还有你的选择跟你的付出。我个人觉得再说一次等一下，我刚说什么？珍惜、善用你的能力、天赋、选择还有付出，我觉得这个是爱自己啊。我跟你说，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等一下，我跟你讲为什么？像我们在讲珍惜这件事情，对不对？最近常常在讲。对，我珍惜这个情分，所以我付出了这样子的时间给你。有没有不被珍惜的时候？有啊，一定有，这一定有啊，一定有。可是当我感受到你不珍惜我的情分跟浪费我的时间，那我就停止了。
为什么？我爱我自己啊，我珍惜我自己啊。我的时间也是时间，我很珍惜我自己。我珍惜我自己付出的情分。如果我珍惜我自己付出的情分，我不会愿意我付出去的情分没有限制而被别人白白浪费。那我还有力气再付出给别人吗？我没有，我一个人，我也只有24小时啊。我一口人嘛是家娘，我哪来那么多时间？真的，我哪来那么多力气？我也要衡量我自己，我尽量不要多啊。真的，对，体力有限嘛。再怎么样，我还是爱我自己。我再怎么样，我都珍惜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爱我自己的方法。我珍惜我自己给出去的情分，其实也是不去造成别人的困扰。我讲真的，是因为超出了我能够给予的，我觉得我会恨他。我觉得我这辈子会无法原谅他。我觉得我会很讨厌他。可是我不想这么做。但是如果什么？他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收得回来。或是我给予就给予了。对，我给了就给了。我哪怕得皮亚崩诶，有收回来，生理好运。对，无收回来，皮亚崩诶，哪怕得诶，嘛是叫安尼过。我还是这样。对啊，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可是因为我有衡量我自己，我不会去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最终还是要衡量自己的能力。我不是说我这一辈子追求的爱这件事情是爱自己跟爱别人相同，所以才会有挣扎，对不对？那中间的那一块挣扎就是我想要珍惜、善用我自己的能力、天赋，还有我的选择以及我的付出。我就只有这样而已。所以爱自己，所以所谓的爱自己，不是只是对自己好而已，是理解自己，是理解自己的能力，对，是有限，但也不需要看扁自己，没错，把自己的能力如实还原它应该有的大小，不看扁自己，我也不会抬高我自己我能做的只有这样，是我感到非常的抱歉，但我也不会觉得他拿出来很丢人现眼我没拍谁，因为我付出过了这个才是我之前我常常说我为什么落子无悔嘛因为你的籽都刚好的大小在刚好的位置，我的见好就收都安内的话嘟嘟好的话我妈我爸以前常就跟我讲说你好我跟你讲你好嘟嘟好的嘟嘟后这件事情就是最难对啊，嘟嘟好很困难就像我们上一集讲那个这个力道的问题，对，是的，就是力道的问题，适量就是一直以来是最难，很难，适量要练习，这个要练习，要尝试，然后犯错，然后受伤，所以你常常会校正回归，对，所以你常常会听我说一句，就是我说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对，我的口头禅嘛，这样就可以，我说这样就可以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到哪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先这样先这样，因为我们能力有限，时间有限，金钱有限，什么都是有限的体力也有限，体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如果能够再壮大自己，我如果越来越成长，我可以再多做什么，那我就再多做，不行的就不行啊。这样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常撞得头破血流。为什么？因为我们体力无限，但能力有限，这是真的。所以我们什么事都想做，但大部分事情都做了就差强人意。所以常常会做的这个碰得头破血流。是，所以到越老来就会发现体力有限，就会开始把这个所有东西都把它这个 fine tune， 就是微调到这个它该有的位置之类的。我有很多事情想做啊。对不对？想是一定想的啦，欲望跟能力就是要成正比同意，有点成反比，没错。你是能成什么事？啥事都成不了，这是真的，对不对？我其实觉得说，人必须要正视自己的欲望，但是要理解目前的能力。大部分人其实没有正视自己的欲望，
也没有理解自己的能力，对所以到最后就是变成一个灾难。灾难，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我现在看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灾难啊！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欲望是无穷的，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才能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说穿了，到最后还是平衡的问题。其实我今天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过往跟这么多来宾聊天，是我让我自己越来越理解自己，所以我真心的感谢过去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对谈的所有人真心感谢，真的，我觉得他拓宽了我的视角，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二个，我会觉得所有的一切，无论你今天想要做什么，你想沟通，你想爱人，你想什么都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理解，无论理解自己或是理解他人。我觉得这个前提还是在一个，就是你在跟他人沟通的时候，抱持一种心态。就是如果说你的心态可以再 open mind 一点，就是说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你不见得要同意别人，但是你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可以让你有超出你原本预期你可以跟这个人沟通所带给你的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并不是那么开放的在面对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观点。是，这个就是譬如说我们为什么做 Podcast 这个节目，然后找来宾来对谈。首先，因为我们先理解了我们对人是好奇的，对，所以我们找人来对谈。然后我们找每一个人，我们不一定对他是非常非常理解的，但是因着我们对于人的好奇，所以我们问他非常多的问题。而我们原先在心里头可能有预设一些他应该是自己的想法，可是这些预设都被他们每一次的回应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的反例。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它不是只有拓展我的视野而已，我觉得它也打破了很多我自己很多自以为是的成见。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在试图理解他人的这个过程，我们录这么多的节目，我说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理解我自己更多。我并不是只有在理解他人而已，我理解我自己其实是更多的。就是一直以来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的观点是不错的。你还没等一下听我讲完吧？不要先呛到。我一直以来觉得我的观点是不错的，但是我也相信我的观点是有局限的OK， 但因为我想要让我的观点变得更厉害，我有那个 motivation， 我有那个动力。OK， 我想要把我的观点再提升。OK， 所以我会抱着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在看待这个世界所有的观点。这个我理解所以我并不会把我局限在于我目前的观点。也就是说，我虽然觉得我目前的观点是不错，但是如果我今天听到一个比我更好的观点，我马上会把我目前的观点给干掉，调整成更好的观点。但我觉得你必须要就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要抱持这样的心态，你才有办法一直不停的upgrade。那你今天如果当老师，你现在吸收到这个资讯，你可以把你交给你的学生。我们做 podcast， 我们听到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带给其他人。然后说不定下礼拜我们会听到更棒的，然后就把之前所有东西都推翻，然后我们再。但我觉得把自己推翻其实是没有什么好丢脸，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完全没有而且我会觉得我升级了，因为我以前 ChatGPT 3.0， 现在变 4.0。我跟你讲如果有长期就是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他应该知道说我们很多的那种用字遣词都有偷很多来宾的。这蛮好的我想这默默的在聊天过程当中，我们就吸收了他的东西，然后潜移默化就变成自己的。但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其实本来人的语言就是从模仿而来的嘛。对啊，
模仿跟学习而来的啊。的确，我们小时候就学我们爸妈，长大学老师、同学，对不对？那在出社会就学老板，那一直以来都是偷学这些东西，学久了就变成自己的啊。对对啊，然后有一天大家就觉得哇，你讲的好厉害，没有？其实都是从别人身上学来的。说真的是这样。真的，我跟你讲，我们最后好不好？信仰它就是信仰，事实它就是事实，观点就是观点，观点就是观点，评论就是评论啊，评论就是评论啊。四件事，黑不赶快，不赶快，黑还黑，黑还黑。所以其实你下次如果没有办法理解对方在讲什么，你可以我说请问你觉得这个是你所认知的事实，还是你的观点，还是这是你的信仰，还是这是评论？你的评论。所以你可以先厘清这件事情，你可以在同一个高度上面跟他好好的交流，走深度的交流。这四件事情真心不一样，真的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然后有太多的代入感，让自己有太多的情绪，是那超级无敌没必要的。是。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啊，怎样？我的头发好看吗？还不错。我们今天你知道？你觉得这是啊？你觉得我说还不错是事实，还是我的观点，还是我的想法，还是我的信仰？就是这个是你想活命的说辞。这是不得已生存之道。对，生存之道算是信仰，应该算是一个信仰。对，因为我想要活下来。对。我相信活下来对我来讲是好的，对这个世界也是好的。对，这是你的信仰，没错。所以我觉得你的头发真的超级棒。好，那你觉得我每一次都会有一种那种想要脱离这个框架的这个病是什么？是一种病。我觉得那单纯是一种病。好多，我们要分辨多少东西。笑死了啦。是不是？好吧，拜拜。那我们今天录这一集是一种分享。再见，拜拜。